各位朋友，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中国统一台湾之后，那必然要驻軍，是吧？那駐軍的數量能否參照香港和澳門的模式呢？不太可能了。很多人認為呢，台灣統一之後只會象徵性的駐軍，但軍事專家已經給出了保守的估計，至少需要委派9萬大軍，也就是差不多15個香港駐軍的兵力，才能把一個台灣從一個問題島嶼改造成中國延伸到太平洋的不沉航母。為什麼不能照搬港澳模式呢？首先是體量差異太大了，香港是國際化的大都市，城市治理成熟，社會結構穩定，6000人的駐軍足以承擔防務和象徵性的任務，而台灣是一個完整的島嶼，有複雜的山地地形，佔全島的2/3，還有金門、馬祖、澎湖多個外島，海岸線長達1139公里，需要防禦的範圍是香港的幾十倍不說，戰略價值也遠超港澳。更重要的是，台灣問題長期受外部勢力的干涉，台獨的分裂思想在部分人群中有所滲透，統一以後可能存在殘餘的分裂勢力的破壞活動，這就需要足夠的兵力維護社會穩定，防範突發事件。因此，軍事專家經過多輪兵棋推演，給出的保守估計是要實現全域覆蓋和有效管控，駐軍的規模至少需要9萬人，而這9萬大軍也不是簡單的堆人數，而是陸海空火武警5位一體的完整的作戰體系。陸軍方面至少需要一個集團軍的單位，約3到4萬人，負責全島機動和重點守備，尤其是中央山脈兩側的交通要道和重要的城市。這些部隊不是傳統的步兵，而是裝備先進的合成旅，配備坦克、裝甲車、自行火炮和無人機，能快速應對任何突發情況。海軍和空軍是重中之重，畢竟台灣是不沉航母的核心，海軍需要2到3萬人，重點部署在高雄、基隆、蘇澳等天然的良港，組建太平洋方向的艦隊。台灣東部的深水港能夠直接停靠航母和核潛艇，讓中國的海軍徹底跳出第一島鏈的束縛，前出至西太平洋深處。潛艇部隊可以自由出入巴士海峽，大幅提升戰略威懾力。空軍則需要1到2萬人，部署在嘉義、清泉港、花蓮等機場，組建2到3個航空兵旅，配備殲20、殲35等先進戰機。從台灣起飛的戰機作戰半徑能夠覆蓋關島，掌控西太平洋的制空權。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約1萬人，負責導彈防禦、電子對抗和情報保障。台灣東部的花蓮、台北地區有大量的天然山洞，非常適合建設導彈的洞窟，部署東風17、東風26等中遠程導彈，戰時能夠直接打擊第二島鏈的軍事目標。武警部隊約1萬人，主要負責維持社會秩序、反恐維穩和重要的設施安保，保證民生安穩，和解放軍形成互補。很多人可能會問，這麼多兵力是不是太誇張了？其實這已經是保守的估計了。軍事專家指出，最基礎的防禦框架需要6萬人，要形成區域拒止能力，有效應對外部干涉，至少需要9萬人。畢竟台灣的戰略位置太關鍵了，它卡在西太平洋的咽喉要道，誰控制了台灣，誰就掌控了東亞的海上生命線。統一以後，中國不僅要守住台灣，而要把它打造成戰略支點，徹底打破美日構建的第一島鏈的封鎖線。過去中國的核潛艇要進入太平洋，只能是通過巴士海峽或宮古海峽，容易被美日的反潛力量監測。統一以後，核潛艇可以直接從台灣東部港口出發，悄無聲息地進入太平洋的深處，對潛在的對手形成巨大的威懾。同時呢，台灣的機場能讓解放軍的戰機前出500到800公里，大幅度的擴展防禦縱深，讓中國從近海防禦真正的走向遠海防衛。駐軍的另一個重要是整編和改造原有的台軍設施。台軍在台灣經營多年，建設了大量的軍事基地、防空陣地和地下工事，這些需要專業部隊的接管、評估和改造。比如說花蓮的佳山基地，台軍耗費巨資建設的地下空軍基地，能夠容納200多架戰機，統一以後可以改造為解放軍的戰略空軍基地，大幅度的提升戰機的生存能力和作戰效能。
還有金門、馬祖、澎湖這些外島，戰略價值同樣重要。澎湖列島位於台灣海峽中央，是控制台海航道的關鍵節點。誰控制了澎湖，誰就掌握了台海的總開關。統一以後，需要在這些外島部署適量的兵力，構建多層次的防禦體系，形成以點控面的戰略格局。可能有人擔心，這麼多的兵力會不會影響台灣民眾的正常生活呢？其實完全不用擔心。駐軍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地區的穩定，保護台灣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不是干預地方事務。就像香港駐軍一樣，平時主要是在軍營內訓練，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協助維持社會秩序。而且9萬大軍的部署會帶動台灣當地的經濟發展，軍營建設、後勤保障、基礎設施改善，都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台灣地区的繁榮穩定。更重要的是，這9萬大軍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台灣統一以後，西太平洋的戰略格局將發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國的印太戰略将失去關鍵的支點，地區軍事平衡將得到重塑。中國的軍事存在不是為了擴張，而是為了防禦，為了保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統一台灣以後呢，不是簡單的掛旗兒站崗，而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支撐。9萬大軍的部署不是軍事擴張，而是基於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戰略發展的綜合考量，是将台灣從問題島嶼轉變為不沉航母的必要的保障。點個訂閱，下期再聊。